甲不喜欢吃橘子，每次吃橘子时都把橘子给乙。刚开始，乙很感谢，久而久之便习惯了，习惯了便理所当然了。有一天，甲把橘子给了丙，乙就不高兴了。他忘记了这个橘子本来就是甲的，甲想给谁都可以。为此，他们大吵一架，从此绝交。其实，不是别人不好了，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，习惯了得到，便忘记了感恩。玩过跷跷板的人都知道，两个人分别坐在跷跷板的两端，一边用力压，另一边才会翘起来。如果双方都不肯向下压，那么游戏就不能继续下去。只有双方轮流向下压，才能交替享受游戏的乐趣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就如坐跷跷板一样，关心、帮助等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。帮助别人、给予别人，表面上看是一种失去，但在给予的同时，我们也能从对方那里得到，从而达到互惠互利。一个永远不吃亏、不愿让步的人，即便真得到了不少好处，也不会快乐。因为自私的人如同坐在静止的跷跷板顶端，虽然维持了高高在上的位置，但却失去了应有的乐趣，对自己和对方都是一种遗憾。很多人认为爱因斯坦小时候很笨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爱因斯坦上小学时功课很好，2年级期末，他的成绩全班第一。中学时，他开始阅读康德的一些作品。大学期间，他通过自学，数学和物理水平远远超过学校的要求。因为他有时题的问题，老师也回答不上来，造成了尴尬的局面。爱因斯坦什么时候笨过呢？3岁多时，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发育迟，他的父母很担心，以为他智商有问题，仅此而已。总之，爱因斯坦从来不笨。这种说法之所以流传很广，只不过是有些人想要使人们相信，小时候学习不好，长大后也可以成功罢了。小张和小王的情况差不多，都是大学刚毕业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。公司决定试用3个月，看看他们能否适应工作。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，但是2个人的精神面貌却大不相同。小张整天乐呵呵的，问他为什么这么开心。他说，这家公司待遇高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，再过几个月，我就会成为他的正式员工了。小王则每天愁眉不展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问他，他说，听说公司的门槛很高，试用过后会不会录用我呢？现在找工作这么难，我还能再去找什么工作呢？3个月后，小张被录用了，欢天喜地地成了公司的正式员工，而小王未被录用，他又开始为找工作奔波烦恼了。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，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，第1是坚持，第2是坚持，第3还是坚持。我心里暗笑，没想到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，第4是放弃。
放弃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怎么可以轻言放弃？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。朋友说，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，还不成功的话，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，恐怕是努力的方向以及你的才能是否匹配的问题了。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赶快放弃，及时调整，及时掉头，寻找新的努力方向。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过，判断一只开水瓶是否保温，只需把开水瓶口靠近耳朵，会嗡嗡作响的，就是保温的。后来一只开水瓶不保温了，要扔掉时，我拿起来放到耳边一听，里面仍旧嗡嗡作响。原来这种判断方法并不可靠。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许多所谓的经验，但正确与否却很少有人去验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被经验蒙蔽了眼睛，束缚了思维，即使是一个很明显的谬误，也难以推翻。有一天，国王指着一条河问阿凡提：“阿凡提，这条河的水有多少桶？”阿凡提回答：“如果桶有河那么大，那只有1桶水；如果这个桶有河的1半大，那么就有2桶水。”阿凡提的回答十分巧妙，因为这个问题很怪，国王故意想难倒阿凡提。阿凡提无法直接回答，只能先设一个条件，然后说结果。条件不同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。老刘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平常很吝啬给别人赞美或掌声。有一天，他在家里吃午饭，发现盘子里的烤鸭只有1条腿。于是他问太太，为什么这只鸭子只有1条腿？太太说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家的鸭子都只有1条腿呀。胡说，所有鸭子都有2条腿，为什么只有我们家的鸭子特别？不信，你自己到池塘去。于是老刘跑到池塘去看，由于鸭子正好在睡午觉，因此都缩着1条腿，只用1条腿站立。一眼看过去，好像所有的鸭子都只有1条腿。老刘灵机一动，用力地拍起手来，把鸭子都惊醒了。鸭子纷纷把缩着的那条腿放了下来。你看，这不都是2条腿吗？老刘得意地告诉太太。是啊，如果你想吃有2条腿的烤鸭，也请来点掌声吧，太太回答。小时候有一年冬天，我与父亲去农场干活，发现有棵树已经死了，它的树皮已经剥落，枝干也完全枯黄了。我对父亲说，爸爸，那棵树早就死了，把它砍了吧。可是爸爸摇摇头说，你记住，绝不要在冬天里砍树。另外，也绝不要在闷闷不乐的时候下结论，更不要在心情很坏的时候做重大的决定，要耐心等待，冬天会过去，春天还会再来。果然，不出父亲所料，第2年春天，那棵好像已经死去的树，居然真的重新萌生新芽，和其他树一样，在春天里露出生机。有一次，我去朋友家做客，看见朋友不满3岁的孩子拿着一把钥匙，动作笨拙地插进锁中，
想打开卧室的门，可怎么也打不开。我刚想伸手帮他，却被朋友阻止了。朋友说，让他自己先犯些错误吧，琢磨一会儿总能把门打开，这样他就不会忘记这门是怎么打开的。果然，那孩子折腾了大半天，终于把门打开了，非常开心。孩子不断犯错误的过程，正是其不断改正错误、自我完善的过程。而父母需要做的，就是引导孩子自我修正错误，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，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做。假如父母事事都干预，孩子就会懒于动手，疏于尝试，变得习惯于依赖父母。农民请求太阳赐给他们更多的阳光，以便把麦子尽快晒干。太阳欣然答应了农民的要求，努力将自己的光芒洒向大地。不过有些人却讨厌这些炽热的阳光，于是太阳又将自己的光线隐藏在云层里。但失去阳光的农民也埋怨起来了，他们认为太阳太自私，不愿把阳光分享给他们。太阳感到左右为难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做任何一件事，要想让众人皆大欢喜，是非常困难的。完成小事是成就大事的第一步，伟大的成就总是跟随在一连串小的成功之后。在事业起步之际，我们会被分派到与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相称的工作岗位，直到我们向团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才能得到更多工作，甚至被委以重任。将每一天都看成是学习的机会，这会使你在公司和团队中更有价值。任何事，任何目标，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完成的。有一个女孩，小时候由于身体瘦弱，每次体育课跑步都落在最后，这让好胜心极强的她感到非常伤心，经常责备自己。女孩的妈妈安慰她，你年龄最小，可以跑在最后，不过你记住，下一次你的目标就是只追前一名。小女孩点了点头，记住了妈妈的话。在跑步时，她就努力追赶她前面的同学，结果从倒数第1名到倒数第2、第3、第4，一个学期还没结束，她的跑步成绩已经达到中等水平，而且她也慢慢地喜欢上了体育课。有个大家庭来到一家照相馆，要照一张全家福。摄影师把他们按男女长幼顺序排好了位置，等要拍照时，却发现他们都板着脸。摄影师要求他们笑一笑，但是这家人似乎不会笑，勉强笑出来，一点儿也不自然。摄影师说了几个常用的笑话，但也无济于事。这家人看来有些紧张。摄影师看到其中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站在一位老太太的身边，于是有了主意。他对那个小男孩说，你能不能再靠近你妈妈那边一点儿？小男孩马上嚷道，她不是我妈，她是我奶奶。话一出口，全家人都笑了。摄影师立刻摁下了快门，他拍出了一张很棒的全家福。
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叫孙山。有一年，他和一个同乡的儿子一同到省城去参加举人考试。考完试，成绩出来了，孙山被录取了。但是他在被录取的人中是最后一名，而那位同乡的儿子却没有考上。不久，孙山先回到了家乡，同乡便来问他儿子有没有考中。孙山既不好意思直说，又不便隐瞒，于是就随口念出2句诗来：界园近处是孙山，贤郎更在孙山外。意思是说，我是榜上的最后一名，而您儿子还在我的后面，所以他自然没有被录取。这就是成语名落孙山的由来。3月的一天，我经过一片菜地，田里的蔬菜正使劲地长着。我发现有一位老伯正在地里挖洋葱，挖出的洋葱只有鸡蛋大小。我知道洋葱是可以长得更大一些的，我不禁有些好奇，上前问：老伯，这么小的洋葱，你怎么就舍得把它挖了呢？过上10天半月，长大了的洋葱不是可以卖更多钱吗？老伯笑了，说：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人家正要吃洋葱，你却舍不得，让它在田里长着。然而等到它长大了你再卖时，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洋葱了，价格就会大幅下跌，结果卖的钱比现在卖的还要少。再说，地空出来后又可以种别的菜，比别人又快了一步，到时也可卖出一个好价钱。有人曾经说过，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人们用一生的时间努力去攀登成功的梯子，当爬到梯子的顶部时，才猛然发现这个梯子靠在了一个错误的建筑上。假如目标错了，那么无论你在梯子上攀登得多快，做得有多好，都徒劳无益。在做之前和做的过程中，时时不忘审视一下自己的目标，一旦发现有误，及时予以矫正，才能确保自己更加有效和快捷地通往成功的目的地。刷牙的基本原则是面面俱到，也就是说，牙齿的外面、里面、咬合面等各个角度都要考虑到。算下来，大约有80多个牙面需要清洁，这个工作量不算小。而一把牙刷在同一时间里只能刷到2到3颗牙齿，因此每次刷牙必须持续3分钟，才能保证把所有牙齿都刷干净。